F-35B 隐身战斗机从英国航母坠海瞬间的惊人画面曝光，可能的噪音太奇葩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英国皇家海军的 F-35B 隐身舰载战斗机从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后不久，随即坠入地中海。那么经过几个月的航行，伊丽莎白女王号携带的8架 F-35B 隐身舰载战斗机跑到东北亚，跑到中国的南海，活动了一圈，千辛万苦，顶着疫情，顶着一系列的故障，总算是回到了英国。但是刚到英国就出了这么一个事儿，而且这个事儿还挺大，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一共也就配了8架 F-35B 隐身舰载战斗机，该机呢单价超过1亿美元，因为它是具备垂直短距起降能力的舰载机，技术相当复杂。那么这架飞机一坠海，它起码损失了1/8的战斗力。此次事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据动力网站报道，尽管目前呢还无法确定这个片子的真伪，但是从呈现的画面来看呢，它以先前所盛传的飞行员曾经试图放弃起飞，但战机呢已经冲出了甲板跑道，因而不得不采取弹射逃生的这个报道呢是相吻合的。那我个人看法，该片子的真实性是存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航空母舰上有很多的监视摄像机，包括起飞甲板、着舰甲板、停机甲板都有相应的监视探头，无时无刻不在监控这些飞机的活动情况。因此所有的舰载机在起飞过程中都会留下一段影像。那么通过这个影像的情况，我们看到了什么情况呢？该机滑出停机位之后，速度呢没有逐渐的提升，甚至呢还在降低。为什么会降低呢？因为在它前方就是一个滑跃甲板，它要爬坡了。在爬坡过程中，速度不但没有提升，反而是在降低。那么就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它的动力不足。那么这个动力不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发动机还是其他原因？如果发动机推力不够，那么滑跑速度肯定会低。飞行员呢有可能很早就发现这个问题，因为转速不够嘛，我还起飞什么呀？赶紧停车检查就是了。但是这名飞行员驾驶着这架 F-35B 滑出停机位的时候，速度呢虽然不高，但是按照一般规律来讲，它会逐渐加速，尤其是在滑跃甲板上，它的速度呢将进一步的提升，达到起飞的这个速度。然而情况正好相反，它离开甲板的时候，速度几乎降低为0，这就是很奇葩的事了。在这么一个情况下，它为什么还要让这架飞机起飞呢？可能是迫不得已。该机坠毁之前，这名飞行员跳伞逃生了。坠入海面的飞机确实引起了所有的水兵的关注。到底它掉下去，掉在什么位置？今后怎么捞？当他们到了甲板边缘向下观望的时候，没看见这架飞机，因为它已经沉入水底了。但是看到了一个异物，什么异物啊？一个红色的发动机进气口盖板。这个东西干嘛用的？所有的飞机在甲板上停放或者是机场停放的时候，它这些露在外面的孔洞和开缝都是需要堵上的，甚至呢一些活动翼面也要用甲板把它夹住，以防刮风下雨，或者是这些洞口被鸟类或者是鼠类所侵占，在里面筑窝寻找食物，咬断电缆。因此飞机只要不飞，你就要把这些盖板堵上。它最大的2个盖板在哪儿呢？就是在进气口那个位置。
发动机进气口它的空腔是比较大的，这个盖板也做的比较大。那么其他一些小盖板，比如说空出管管子很细，但是这个小孔也要堵上，否则小虫子进去以后也会对它的测速产生不利的影响。那么平常要堵上，起飞前就必须摘掉啊。我曾经看过一个美国的 F-22战斗机起飞的视频，那检查是相当严格的，机务人员要按照检查路线检查一圈，把这些盖板和甲板全部取掉。那么会不会遗漏呢？如果一旦遗漏，会发生什么情况呢？很可能就会造成严重事故。为了保证这些盖板和甲板不被遗忘摘取，那它们多半都涂成红色或者染成红色。那么红色是最醒目的，机务人员一眼就可以发现，而且他就按照检查点、检查路线检查一圈啊，往往呢都能够顺路全部把这些罩布盖板拿掉。机务人员检查完之后，飞行员还要按照检查路线再检查一遍。从美军所揭露的 F-22起飞前的视频看，他们不但检查很认真，而且动作还很滑稽，就像演戏一样，走直线、折线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检查完毕之后，飞行员才能上飞机啊，启动发动机，开始滑出跑道。在此之前，地面的指挥人员还要对飞机的外观做进一步的观察。F-35B 在航空母舰上起飞，其实也要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，但是经过多轮检查，竟然有一个重要的盖板没有取下来，也没有被地面人员和飞行员发现，从而呢就造成了严重问题。F-35B 啊是有2个进气口的，一个左面一个右面，你取掉了一个，保留了一个，那么会不会影响发动机的启动呢？不会，因为它照样有一边能进气，发动机正常启动不会受太大的影响。但是一旦你推油门准备起飞，问题就来了，进气量不够，必然会导致发动机工作异常，推力不足，你怎么起飞呢？因此这次事故可以说集中地反映了英军凭日常管理不严格，而且维护作风非常稀松，不严格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办事儿。当然，他如果再糊涂一点，2个进气道的盖板都没取下来，也不会造成这样的事故，因为都堵上了，发动机就根本不可能启动。你当然都拿下来了，发动机能正常工作，但是取掉一个盖住一个，那么就必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。这个后果就是该机一离开甲板就坠入地中海。这样的经验教训，英国皇家海军和英国空军是必须接受的，其他国家的空军也需要从这样的一个事故中吸取相应的教训。维护飞机必须严格认真，开飞机更得严格认真，否则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